这回呢，大龄剩女带了小表妹过来相亲，真的是闹了大笑话了哈。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现在的00后啊，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连婚恋市场也一起整顿了。那天呢，35岁的大龄剩女哈，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啊，就跟着他一起来了。他还一路叮嘱他的表妹哈，你学着点哦，相亲是什么样的看一看，然后呢，也看一看姐是怎么跟男的开条件的。结果这个男的吧哈，本以为这个女生都这么大龄了，可能这个岁数呢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女的开出来的条件让他马上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哈，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只有25岁左右，我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男方收入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要过户一套房产给他。他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就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生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要透明，并且80%以上要交由他来管理。说完这些啊，男的就说，我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个岁数的女的回去，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了。我有这些东西，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多大问题。你都30多岁了，你不懂得站在我们男人的角度去思考思考吗？这个时候哈，这个女的马上就接过来说了，我35岁不算老太婆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未婚的，而且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的没结婚的大把的，有的是，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还算年轻的好吗？再说了，你不也36岁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剩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大龄了还找个小姑娘，就不能我们跟你们提个条件？男的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些男的大龄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能找到啊，而你们大龄了，想让男的花大价钱把你们娶回去就很难嘛。这女的就很不服哈，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就我刚才给你提的那些条件，你要是能办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跟你走吧。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00后的小表妹啊，看了他一眼说，姐啊，如果他能满足以上的条件，我还真是愿意的。看看啊，这就是现状。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啊，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啊，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啊，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男人啊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啊，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啊。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
5、6万买个滑雪板啊，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啊，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啊，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啊，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啊，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啊，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啊，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为什么说现在在北京剩女的数量啊这么庞大？北京的剩女啊，现在已经突破了80万了啊，奔100万去了。其实啊，现在的剩女问题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呢，都算通病了。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写字楼里看看，你都会发现女生的数量基本上比男生多好几倍。因为那些在北京买不起房的男生，在北京待几年之后啊，他觉得没啥起色嘛，然后呢，他就会回老家去发展了。家庭条件好的男生呢，最后也基本要回家继承家业的，他们就走了。而那些女生嘛，她们不存在买房这个压力，甚至女生可以通过婚姻留在一线城市生活。所以呢，一波波的男生走啊，一波波的女生来啊，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比例失衡的状态。其实呢，90%的外地人呢都想找个北京本地人，而北京本地人呢只想找北京本地人，并且呢，大部分的优秀男生早就在20出头的时候被那些年轻的女生抢光了，在校园里啊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第三呢，女生又很慕强，留在北京的女生都想找个条件好点的，再不济也要找个有上进心的。说白了，就是要有经济基础或者能创造出好的经济基础的男人。很多女生的征婚标准都是要求啊有点过高了啊，希望男生有车有房，还要长得帅啊，有眼缘，情商还得高，还只能接受未婚的。如果一个男生有车有房，然后学历又高，并且还懂得如何去和女生相处，在北京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 90% 都是二婚的，或者是巨挑无比的大龄优质剩男。所以呢，就出现了剩女远远大于剩男这一个现象啊，一点儿也不奇怪。甚至很多的女生啊，思想还停留在等着男生来追自己的认知里啊这个阶段，但是真正优质的男生全靠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抢。很多优质的男生25、6岁就名花有主了，都轮不到来相亲。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最近呢，有一位家长问我啊，说他女儿33岁了啊，想找个男朋友，怎么这么难呢？我们先说一说他的条件啊，本科毕业，身高呢是1.65米，体重呢110斤，在北京做培训的工作，月收入呢1.5万，目前呢没房没车，到现在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像这样的女生，家里边确实很着急。那他自己的压力呢也不小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年纪大了没有结婚，每一次过年回家呀，家里人都会催婚的，导致他们呢有时候过年过节回家，看到家里的长辈啊就会害怕。说实话，他这个女儿人还是不错的，可是呢，他找男朋友的标准却有点高。家里呢2个月给他介绍了4个相亲对象，全部都凉凉了。前3个呢分别都死于身高不够高啊，或者呢是工作狂没有情趣了，要么呢就是工资还没有他高了。第4个呢他还挺满意的，不过呢他每一次跟人家聊天都很被动。说白点他就是每次要等男方找他聊天，态度从来都是不主动也不热情。他生怕在男生面前掉价了，以至于1个月之后男方不再找他聊天了。又过了10多天之后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就主动找这个男方聊天。结果男方跟他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结果他就痛骂这个男生是个渣男说有女朋友怎么还出来相亲真不是个东西。现在他的父母看着这种情况，问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他女儿条件并没有那么差，找一个喜欢的人怎么那么难呢？我就告诉他一个真理你知道吗？男生如果和女生进行对比的话，男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家听得进去实话从小就不会跟女生一样被家里无条件的宠着。他们觉得女儿的要求并不算高差不多就行了，身高1.75米以上，干净且耐看就好男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月工资2万以上，最好本地呢有个房就行了，年纪小3岁到大5岁都可以接受。可是我说你现在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你女儿她自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男生对伴侣的要求吗？他母亲说，我们是女生嘛，不一样，男生不都是向下兼容的吗？我说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男生和女生在婚姻的选择权利上是相等的。你在挑选男生的同时，男生人家也在挑你没有谁欠着你的。
你女儿虽然她心烦啊，她其实不是找不到喜欢的人，而是她一直都在等那个方方面面都比自己优秀的男生还得来追求她。可能她以前交的男朋友是比较优秀，可是呢，那些优秀的人可能只是跟她谈恋爱，并不意味着要跟她结婚，这个是两回事儿啊。你想要人家爱你，娶你回家，那你总得让人家图你点什么。比如说，你的颜值很高，比如说你身材有道啊，比如说你情绪价值给的很好啊，或者再比如说你谈吐不凡，你很自律，你千万别整天啊说自己要求不高了，就是没有人追啊。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你随便挑，但是你舍不得离开家呀，随便挑一个家门口的985上了，这个呢才叫将就。但是其实呢，你就是一个上大专的线，却到处说自己一直在等北大清华的招生办的电话，眼看着志愿申报要快截止了，你又来了一句985啊我都不要求了，我就将就着上个211算了。你看我已经把条件降到这么多了，211应该主动来抢我了吧。这个呢不叫将就，这个就叫还没睡醒呢，还做着梦呢啊，太自信了。他其实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呢又不甘心。结果他父母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个道理啊。我说啊，很多的女孩子，社会对她们的预期就是天真无邪，而且呢从小到大，女孩哪怕她是有一点点高于男孩的成绩啊，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奖赏。所以她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真的不是1天2天才形成的。那除了真的关系好的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人会告诉你，谁会告诉你你家的孩子并没有你心目中那么优秀啊，没有那么讨男人喜欢，更不会有人告诉你你家女儿长得不好看。谁吃饱了没事干去得罪人呢？对吗？最后呢，我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听进去这些话。那就算是他的父母听进去了，那他的女儿要改变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你们说是不是？你们信不信有80%的女生都是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的拖成了大龄剩女的。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他们说现在的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有个女生91年的，在私企里边工作做文员的，年收入大概也就10来万的样子。朋友呢给她介绍了一个88年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一年呢收入30多万，家里在北京的4环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男生呢就开始追求她了请她吃饭请她逛街呀，车接车送随叫随到。就这样追了她2个多月520的时候呢，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她表白，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速度太快了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嘛那两个人呢就再处一处结果男生呢又追了她3个月在七夕的时候呢又跟她表白了他呢就觉得这个男生太心急了吧，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表白2次了，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呀？但是这一回男生就不耐烦了直接就摊牌了，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要是愿意呢咱就在一起，你不愿意呢就拉倒吧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这个女生一听这个男生的态度还没跟他在一起呢就开始威胁自己了以后在一起了那还了得然后呢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这回男生二话没说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上车就走了。这回把这个女的气的呀不行了那我听他说完我也懵了，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他说我挺喜欢的呀，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女生不能太好追了那男生就不会珍惜她。再说呢确实是我自己又比较慢热，有句话不是说嘛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听他说完我真的头又大了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又不小了，对不对？你条件又不是很好又不是很出众，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呀你搞得那么难追，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那说明这个人他就是没得别的追嘛，他没得选嘛。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那能怪谁呀？还有就是一个女生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在相亲的时候那些减分的项。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身高不足1.6米的有点减分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有弟弟的也减分，离异家庭的也减分，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父母没有保障的减分，工作不稳定的呀肯定减分。
经历太多的那绝对减分，公主病的呀也是很减分的，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不喜欢沟通的减分，太被动的减分，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啊，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啊，减分到0了。最重要的呀，那就是长得丑啊，是最减分的。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呢？啊，咱们的评论区聊聊吧。10年前，男的28岁，女的26岁，他俩相亲最后没成，因为女的漂亮能干学历高，所以他那个找对象的眼光也拔得很高。男的呢长得很帅气，学历呢也不错，但是就是事业平平，没什么钱。男的看上了这个女的，追了3个月，最后女的权衡利弊，还是放弃了这个男的。5年之后呢，女的找了一个老板啊，过上了老板娘的生活。男的呢，放弃了朝9晚5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经过几年的努力，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逐渐做成了一个拥有200名员工的大老板。女人嫁给有钱人之后，不再上进努力了，也不出去上班了，靠老公养着。一开始呢，还过得很富裕，生活质量也很高。她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满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老公的生意这几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一败涂地，公司已经面临着倒闭的危险，老公已经负债累累。她看着自己的靠山啊，快要靠不住了啊，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呢，因为太久没有上班了，已经跟社会脱节，啥也不会了。找份好的工作简直太难了，于是她一边打工一边盘算着是不是该重新打算一下了。今年啊，她就跟老公提出了离婚。那这种女人她真的是非常现实的，无情的可怕。只要男人啊你没有钱了啊，他立马呀就抛弃你。离婚之后呢，她就马上开始张罗着再给自己啊找个对象结婚。不过这个时候啊，她的要求并没有一丝丝的降低。在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看了几十个男士的资料之后啊，她选出来几个。这几个人啊都是老板级别的男人啊，个个都非常优秀。可是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几个男士当中只有1位同意跟他见个面。女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年之后她又跟当初那个被她看不起的穷男人面对面的相亲了。这一次坐下来呢，极其尴尬啊。她得知男人用的是化名，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觉得很眼熟，但是却没有认出来。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呢，简单聊了聊这些年的生活。女的呢，得知现在男的身价已经是一个很高量级的时候，有点迫不及待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说那个时候啊就觉得他特别的优秀啊，自己看走了眼之类的话。男的其实明白他的意思，他对女的说，你找老公的标准一直没变呀，你还是喜欢有钱的但是你已经没戏了。而我的标准呢也一直没有变，我仍然喜欢年轻貌美的，并且呢我能实现。所以我今天来见你并不是跟你相亲的，更不是对你念念不忘的，我就是想过来告诉你2句话。第一呢，我非常感谢你当初的不嫁之恩，让我有了动力去创业挣钱，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第二呢，我很感谢我在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你这样的女人，让我非常明确自己要找的女人是什么样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日落西山你不陪，东山再起你是谁？同甘共苦你不在，荣华富贵你不配。你们觉得这个男人做得对吗？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相亲有这么直接的男生吗？最近呢，有一个92年的男生他来找我匹配嘛，他条件挺好的，很快呢就给他匹配到一个95年的女生，他们俩见面了见面之后呢，聊得还不错，彼此呢都挺有眼缘的。于是呢，男生就跟女生说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满意的一个姑娘，你觉得我怎么样呢？女生说我觉得你挺好的，不过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嘛，可以再接触接触再说。于是男生就说可以不过在接触之前呢，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然呢再接触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女生说可以那你想问什么问题结果男生就说，你介不介意我们互查一下开房记录和就诊记录，这样就可以了解得更快一些女生说我不介意这个可以的。男生没有想到女生会同意就很高兴的说，那我接下去呢还有2个问题呢，你别太介意，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他说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过同居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打过胎。姑娘脸色突然就变了她可能也是忍了很久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8度，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相亲这么直接问别人的隐私的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难怪你相了30多个女生全部都失败了，你活该你知道吗？结果这个男生说怎么着，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玩累了，然后呢就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接盘侠，然后呢还来操控我们家3代的积蓄给你买房买车送彩礼还得给你优渥的生活，凭什么呀？反正我做不到，我就是不想接受那些同居过的女生。
跟离了一次婚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还堕过胎，那就不用说了啊，我宁愿这辈子不结婚，我也不找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膈应。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是有病呢，还是人间清醒呢？最近啊，我接触了一位北京38岁的优质高资产女士，2年呢，她相亲了100多位优质男士哈，居然没有愿意跟她谈恋爱结婚的。说实话，我也挺替她遗憾的。最近她说啊，不打算再相亲了，回归真我，不再幻想，一切随缘了。找个让自己扶贫的，她不甘心；找个势均力敌的呢，人家又嫌弃她年纪大，那还不如继续认真的搞钱来的踏实。最近呢，她就给我发来了一段话哈，是这么说的。她说：姐呀，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熬到了一个人生新境界呀。一个人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也没有邀约，没有聚会，也没有一些所谓的社交啊。现在呢，为了保养自己的身体啊，每天早睡早起，善待自己，无欲无求。现在的心情啊，就是一种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不再那么在乎别人的评价了，只要随心而活就好，一切顺其自然，豁然开朗了。哎，我说啊，那我要恭喜你啊，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啊，你其实已经活明白了。人一生要么就简简单单的活着，也是一种幸福，要么呢就入世，尝尽人间烟火，酸甜苦辣。只要我们自己不在别人的世界里兵荒马乱，也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啊自怜自爱，就很好。大家觉得哈，人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应该这么云淡风轻了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